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问题节目，我是主持人机器人夏神1号。本期要探讨的大问题是：女权主义有道理吗？说起这个女权主义当然更准确的翻译叫做女性主义 feminism， 这也算是一个朋友圈撕拉黑的敏感话题但是问题在于呢，很多人吵来吵去争了半天其实也并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女性主义，因为这个女性主义问题它是个哲学问题。女性主义思潮是依托于哲学理念的，而且呢，依托于不同的哲学流派它衍生出了不同流派的女性主义，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文化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等等等。他们每一个流派背后都是有一整套哲学理念作为支撑的，你连这个理念都没有搞懂，就搁那吵来吵去，结果发现吵的其实都是田园女权主义，那这个争论水平也就太低了吧。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把不同女性主义流派的理念给搞懂，跟大家好好科普一下各个流派的女性主义究竟在诉求什么。那可能有观众朋友就要问了，我作为一个男性，凭什么要关注女性主义呢？我对女性主义什么流派在诉求什么不感兴趣。说到这个呢，在正式进入会议正片之前在开题部分我们不得不提3个理念。第一就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古今中外，男女之间是不平等的，哪怕直到现代化的今天依然还是有男女不平等的参与。这个女人长期以来都是受压迫的对象这个无论咱们是男人还是女人，这个事实不得不承认吧。就是想想我们自己的妈妈们就知道10月怀胎怀着难产而死的风险把我们生出来然后每天起早贪黑做家务把我们抚养长大。但是这个社会是怎么回报他们的呢？如果女人去找工作虽然现在这个社会明面上不说了，但是依然还是有职场性别歧视，对不对？很多人打心眼里面就认为这个女人天生就不如男人聪明能干，这个女人被看作是非理性的、柔弱的、歇斯底里的、次等的，因而是难堪大任的，只能作为一种男性的帮佣而存在。因此呢，在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男权社会中女人的自我认同一直是他者化的，也就是以男性对她的凝视来认识自己。所以呢，女人一直是被性化的，就是作为男性的性对象来定位自己。比如说这个女人一直被拿外貌来评价，对不对？被外貌胁迫，长期处在外貌焦虑中。归根结底这都是这个男权社会中女性被认为是一种次等的性别而造成的，所以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长期以来男女是不平等的。那第二个理念呢，就是我们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应当主张男女平等。为什么男人也要主张男女平等呢？因为首先如果你承认女人也是人的话，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就是一个值得追求的价值。如果女人还被压迫着，那么男人也没有得到解放。其次呢，男女平等的程度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步的标志。马克思说过，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括号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衡量。我们希望我们生活的社会是文明的、进步的，所以我们希望男女平等。那如果这2点我们能达成一致的话，那咱们这期大问题节目还争论个啥呢？这就要说到第3点了，具体怎么实现男女平等这是有争论的，是往左边一点的平等呢，还是往右边一点的平等呢？不同女性主义流派之间的看法是非常不同的，甚至他们自己就能吵起来。那么本期大问题节目呢，我们将会介绍4种典型的女性主义流派，它们分别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当然了，每介绍一种流派呢，我们同时也会分享其他流派对这个流派的批评，最终你来评一评，究竟哪种女性主义流派的诉求更有道理。好，下面进入会议正片，我们首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女性主义。很多人看到这个女性主义思想就头大，就看不懂，对吧？之前也提到了，这个女性主义是以哲学理念为支撑的，对吧？一牵到哲学呢，就哲起来了，一大堆黑话不明所以的。而且这个哲学呢，它不单单只有一个哲学流派因此衍生出来这个女性主义呢，也是流派林立，看起来一团乱麻的。所以搞得我们很多人经常听到女权主义或者女性主义这个词但实际上也并不知道它到底在说个啥。那下面呢，我就为各位画一张非常简单清晰的思维导图，就能让你一目了然的了解什么是女性主义啦。其实各种不同流派的女性主义虽然千差万别，但只要是女性主义，它最底层的追求就是要实现男女平等嘛。那要实现男女平等的话，就不得不回答以下2个基本问题。问题1呢是一个事实问题，问题2呢是一个价值问题。事实问题是男女差异是先天决定的还是后天建构的这是个是不是的实然问题，就是说男女是不是一样的问题。那问题2这个价值问题呢，就是一个应不应当的应然问题，就是说呢男女应不应当一样的问题。那所有流派的女性主义都是在对这2个基本问题的回答。那么对于事实问题呢，就会产生2种回答。回答1呢是决定论，就说男女差异呢是先天决定的，改不了了。那回答2呢是建构论，就说男女差异呢是被后天社会文化建构出来的，因而是可以改的。
那么对于价值问题呢，也会有两种回答，也就是两种主张。主张一呢是主张一种统一性，也就是说呢，女人应当追求和男人一样。那主张二呢是主张一种差异性，就是我们不一样，女人不应当追求和男人一样。好，基于对这两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就产生出了4种答案。那么女性主义里的各种流派、各种主义，都是这4种答案不同排列组合而形成的产物。那么2个回答搭配2个主张，就是2乘以2就等于4嘛，那逻辑上就有4类女性主义。如果是回答一决定论搭配主张一同一性，那这个搭配呢产生的是空解，对吧？你不可能在事实上认为男女是不一样的，却在因然上主张男女应当一样，这不就矛盾了吗？所以回答一决定论只能和主张2差异性相配，才能产生实质内容，也就是男女差异是先天决定的，那就是我们不一样嘛。那我们不一样这个口号呢，这意思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比你们更优秀、更高级呗。那就要看是从什么人的嘴里面喊出来的了。要么呢就是从男人嘴里面喊出我们不一样，那就是男人比女人更好，这就是男尊女卑，这就是传统的男权主义。要么呢就是从女人嘴里面喊出我们不一样啊，也就是女人比男人更好，就是女尊男卑，这就是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这个流派。那么回答2建构论搭配主张一同一性，就是男女特质呢是被后天建构出来的。那在价值上呢，我们应当追求男女的一致。那这种搭配法呢，又能衍生出2种不同流派的女性主义，取决于你怎么看待人性的最本质的处境是什么。如果认为人性的本质呢是启蒙主义说的理性，那就衍生出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如果是认为人性是由社会物质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那就衍生出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那么回答2建构论搭配主张2差异性，就产生了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就是在先天上人并没有被性别卡死，那在后天上呢，我们应当追求千差万别。总而言之，根据这2个基本问题、2种回答和2种主张，于是就产生了4种女性主义流派。这4种女性主义流派也正是当今主流的女性主义思想流派，其他一些流派呢，也可以划归到这4种典型的主流流派之中。那本期节目接下来的内容呢，就是要和各位逐一介绍这4种女性主义流派的思想，并且也会分享不同流派之间的互相批评，最终你来评一评哪种女性主义流派的主张更有道理。好，介绍完本期节目的基本逻辑架构，下面我们首先呢，最先要介绍的不是女性主义的流派啊，而是先要介绍一下男权主义，对吧？这个女性主义基本上都是对男权主义的批判。那么在介绍女性主义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得把女性主义的靶子说清楚啊。这个男权主义啊，也叫做男权制啊，也有翻译叫做父权制的。那什么是男权主义呢？啊，我们回到那个思维导图上说啊，就是对于这个事实问题的回答呢，是决定论的，男女差异是先天的，是改不了的。所以呢，在价值上呢，他主张啊，我们应当顺应自然，要保持这种性别气质的差异。那这种差异的表现就是男人比女人更好喽，对吧？在我们的常识里面，男人和女人啊，特质是不同的啊。我们来看一张表啊，左边这一列呢是男性特质，右边这一列呢是女性特质。左边写的都是什么理性啊、勇敢啊、进取啊、果断啊，右边这一列写的都是什么感性啊、温柔啊、关怀他人啊、注重外貌啊，对吧？这两边的气质呢都挺好，但是呢，这一看还是左边的气质更好，对不对？对吧？如果我们人类社会没有理性啊、进取心啊这些男性气质的话，我们还停留在原始社会了，对不对？推动历史发展进步的都是男人的品质，而女人的品质呢，什么温柔啊、善解人意啊，这些女性气质啊，明显就是大自然为男人们设计出的一个好的伴侣和母亲而赋予的参数嘛，对不对？上帝看亚当太孤独了，于是从亚当身上抽了个肋骨，于是就产生了夏娃啊。当然了，这个圣经故事只是个比方的，男人更优秀这事儿啊，其实是有科学证据的，科学证据哦。就比如说呢，有人经常援引这个进化心理学来为男权主义做论证啊，就说这个男女之间的气质差异是先天的嘛，是改不了的嘛。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进化出来的，它是根植在我们的基因里面的。就说在这个远古的狩猎采集时代呀，这个男人呢就负责狩猎，而女人呢就负责采果子。这个狩猎活动啊，就使得男性进化的更富有进取心，男人的雄性激素就会分泌的更多，让男人更不屈不挠，更容易干得成大事儿，对不对？而女人呢，这个采果子就不用冒什么险嘛，这个雄性激素分泌的就没那么多，就不容易干得成大事儿，就容易屈服，容易妥协。而且呢，由于这个男性呢，他是精子持有者，所以呢，他倾向于更外向，喜欢四处广撒网，因而呢就更富有开拓精神。而女性呢，由于是这个卵子持有者嘛，而且这个有这个怀孕风险意识嘛，所以就在性格上造就女性啊更加矜持，更加保守。另外还有一些统计学研究啦，就比如说这个前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就说过啊，这个男性智商的正态分布的标准差比较大，所以呢，男性里面啊更容易出现天才，而女性智商的标准差比较小，所以女人总体上显得平庸啊。当然了，这些都是男性更优秀的一些所谓的科学的理工科的一些研究。那要说到这个人文领域啊，这个历史上的哲学家、文
文学家，基本上就是直男癌言论满天飞了。就比如说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啊，男女之间的关系呢，自然的存在高低差别，也就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这种原则呢，在一切人类之间都是普遍适用的。法国哲学家卢梭说过啊，男人没有女人呢也能够生存，而女人没有男人便不能够生存。他们想要获得生活的必需品呢，想要保持他们的地位，就必须要我们愿意供给他们生活的必需品，就必须要我们愿意保持他们的地位，就必须要我们认为他们配享受这些东西。女人所受的种种教育啊，和男人都是有关系的啊，使男人感到喜悦，对他们有所帮助，得到他们的爱和尊重，在幼年时期抚养他们，在壮年时期关心他们，对他们进谏忠言和给予安慰，使他们的生活很有乐趣。所有这些呢，在任何时候都是妇女们的天职，我们应当从他们小的时候起啊，就教育他们。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过啊，女人最适宜的职业啊，是看护和教育儿童，因为他们本身实际上啊就很幼稚、轻佻漂浮、目光短浅。一句话，他们的毕生啊，实际就是一个大儿童。是儿童与严格意义上的成人的中间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女人的天性啊就是要服从，女人就是要求被主宰。年轻的时候呢，主宰是情人；年老的时候呢，主宰就是牧师啦。就连康德这个浓眉大眼、成天高呼自由和平等的启蒙哲学家，一谈到女人也双标了。康德说，当大自然啊把它最宝贵的信物，也就是种，托付给女人的身体啊，通过胎儿使人类繁衍下去，并达到不朽时，他仿佛由于顾虑到种的保存，于是就把一种恐惧，也就是对身体伤害的恐惧，以及对类似危险的畏怯，植入了女人的本性之中。这种软弱性啊，给了女性合法的从男子那里要求保护的权利。那至于有学问的女人呢，她们读书啊，就像佩戴一块表一样，戴表呢是为了让别人看到她有这块表，尽管这块表实际上是停摆的，或者根本就没有走准过。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啊，这个女人呐，当然也可以教育得很好啦，但是啊，她们天生就不配研究较高深的科学啊、哲学啊，从事某些艺术创作，这些啊都要求一种普遍性的东西。如果妇女领导政府啊，这个国家将会陷入危险，因为她们啊不是按照普遍的标准来行事的，而是按照一时的偏好来行事的。这个女人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仿佛是通过表象的气氛而受到教育的，她们在很大程度上啊，是通过实际的生活，而不是通过获取知识而受到教育的。当然啊，我们这里只是列举了影响力最大的几个哲学家关于女性的言论啊。其实整个哲学史上90%以上的哲学家都有直男癌言论，太多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哲学家里面更容易出直男癌啊，而是说啊，我们整个传统上的常识乃至今天的常识，大多都是默认男尊女卑的。这不是哲学家的问题啊，哲学家只是喜欢发表观点而已啊，根源在于整个文化传统都是男权主义的。当然啊，这个男权主义呢，对男人也是有要求的。他要求男人要承担起男人的义务，对吧？这个男人要赚钱养家，男人要照顾妻儿，而且呢是那种全笼罩式的照顾，对吧？这个女人离开了男人的支配，自己就没法活了，所以呢，男人就要像个男子汉一样，把女人和孩子照顾得好好的，要给足生活费，要给足彩礼，把女人给养起来。其实啊，很多所谓的田园女权啊，某种意义上也是支持这种男权主义的。所以啊，男权主义可不是只有男人们在主张哦，很多女性是默认甚至是赞成这种男权主义的。就比如说我们很多老一辈的女性啊，基本上就是默认男权主义的，对吧？老一辈女性在教育下一代年轻女性的时候呢，都会以一种男权视角来教育。就比如说呢，你以后要做个贤妻良母啊，要好好服侍你的男人啊，这样才能让你的男人给你带来幸福，对不对？好，介绍完男权主义，按道理啊，这期节目每介绍完一个主义啊，都要介绍对他的批评。那男权主义这儿就不专门介绍对他的批评了，因为下面要介绍的女性主义各流派都是对他的批评。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对女性主义的介绍。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流派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这个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呢，是建构论和同一性的搭配啊。我们先来说建构论啊。自由女性主义对事实问题的回答就是说呢，这个男人和女人在性格气质上的差异啊，并不是先天决定的，它是后天建构出来的，因而是能改的。当然啊，我们当然知道男女有别，男人和女人在生理方面是不同的，但是这些生理方面的区别呢，并不足以影响女人获得事业成功和生活幸福。那些有助于获得事业成功和生活幸福的品质啊，比如说理性能力啊、尽责性啊、进取心啊，女人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而培养出来嘛。而之所以之前的女人们没有表现出这些性格特质呢，那恰恰就是因为女人没有像男人那样平等的受到教育嘛。女性的那些什么感性啊、被动啊、柔弱啊，这些所谓的女性特质啊，恰恰就是被这个男权社会洗脑而建构出来的呀。说这个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著名的女性主义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名著《第二性》里面的一句金句了：女人并非生下来就是女人，女人是被制造出来的。这个波伏娃呢是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啊，她说的这个金句呢，其实也就是存在主义的口号，存在先于本质的一种女性主义的表达啊。我们把这个存在主义女性主义也归在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这个大类里面啊，因为波伏娃的观点呢也是建构论和同一性的搭配。
按照波伏娃的观点呢，这个男权社会啊，不断的给女人洗脑啊，这个女人应当温柔啊，女人应当相夫教子啊，女人应当被动啊，对吧？不停的洗脑，最后让女人自己也觉得，哦，我不如男人，我只有把自己交给男人支配才能活得下去，这就是典型的自欺啊。好，那么基于对事实问题的建构论的回答，那么在价值问题上呢，自由女性主义主张统一性，主张女人要和男人享有一样的权利。其实啊，所谓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主张啊，就是它的名字自由主义。那啥又叫自由主义呢？简单说啊，就是自从启蒙运动以来，现代西方主流的那些政治诉求，就是自由、平等、进步、个人权利啊，就是这些启蒙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嘛，就是你们非常熟悉的西方的那一套嘛。启蒙主义的一个核心理念呢，就是人本主义，就是说人是神圣的，人是万物之灵长啊。用康德的话说，就是人是目的。为什么人是目的呢？因为人的本质属性啊是理性，人因为是有理性的，所以人就是神圣的。那无论是贵族老爷还是平民子弟啊，只要一个人是有理性的人，那他就天经地义的应当享有人权，这就是所谓的天赋人权嘛。但是问题在于呢，这套你们非常熟悉的启蒙主义核心价值观呢，之前只是在你们男人内部玩啊，也就是男性平民和男性权贵之间啊，要讲自由、讲平等、讲个人权利。现在我们女人也要启蒙主义啊，我们女人也要讲自由、讲平等、讲个人权利啊。毕竟我们女人也是有理性的呀，我们女人也是人啊。所以呢，为什么自由女性主义要主张统一性呢？就是说呢，你们不要把我们当女人，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不是女人，问题在于你们之前都没把我们当人看，你们把我们当成了次等人，当成了第二性了，对不对？我们现在诉求的就是女人也是人，应当取消种种对女性的限制，让女人和男人机会均等，和男人一样自由，一样平等，一样有个人权利，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自由女性主义的口号呢，不是我们不一样，而是我们也要一样，简称我们也要。你们男人有受教育权是吧？我们也要。你们男人有选举权是吧？我们也要。你们男人有就业权是吧？我们也要。你们男人有什么样的权利？我们也要。简单说就是不要搞双标。女人并不是先天就不如男人，就比如说一个经典的偏见啊，就说这个男人更擅长逻辑思维，女人更感性，所以呢，男人天生数学就比女人更好，这完全就是扯淡了哦。男人天生数学就更好，那些数学成绩不及格的男人，那就不是真男人哦？难道是他们作为男人的那方面不行吗？女人之所以以前的数学成绩不好啊，是因为数学是要系统学习的呀，而一旦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那当然女人数学成绩不好喽。只要给了我们女人平等的权利啊，我们女人就可以和男人一样优秀，甚至可以更优秀。就比如我们现在国内的大城市里面啊，由于这个大城市的男女平等工作做得比较好啊，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啊，大城市里面的女孩子的平均成绩啊，会比男孩子更好，对吧？女人并不是智力上先天就不如男性啊，只要让女性和男性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那么女人就可以变得有理性、有野心、有进取精神，女人就可以变得优秀。注意哦，自由女性主义啊，要的只是拥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利。自由女性主义不要补偿，不要女士优先，不要男人给我们开车门，不要把我们当做小仙女啊。所以呢，自由女性主义啊，一点也不田园女权啊，人家要的是你们男人把女人当做一个人，和你们一样的人。当然了，这也要求女性要承担起相应的义务，因为这个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等的嘛。自由女性主义并不是既要又要。所以归根结底，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是讲求自由主义的，只要取消种种对女性的歧视和限制，给女人和男人一样的权利，让女人自由发挥，让女人也能做到你行你上，那么女人完全可以和男人一样优秀。好，介绍完自由女性主义的理念和诉求，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对她的批评。对这个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批评呢，有很多是来自于后面我们要介绍的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的，他们的批评简单说就是不要成为女汉子。这怎么说呢？就是你们自由女性主义放弃了差异性，要追求统一性啊，也就是追求我们女人也要和男人一样。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女人真的能做到和男人一样吗？按照这个自由女性主义追求的这个统一性啊，我们女人都要摒弃掉我们女人身上的一些女性气质啊，拼了命的把自己拧成女汉子，这就是拿男人的标准来衡量女人啊，这依然是一种男权思维的产物呀。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我们女人能不能拧成女汉子啊，问题更在于，就算我们把自己硬拧成女汉子了，我们就能赢得了男人了吗？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你想啊，你们自由女性主义追求的是过程平等啊，不追求结果平等。因为自由女性主义坚信啊，女人天生的能力并不比男人更差啊，只要给女人同等的权利，让女人自由发挥，那么在结果上女人就会不输给男人。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只要过程平等，结果上就能和男人达到平等了吗？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当然不是，这确实并不是因为我们女人天生的能力就比男人更差，而是因为现有男权社会的所有游戏规则都是男人制定的嘛，而在这套游戏里边，女人再怎么卷都是输家。好，说到这里就带出了激进女性主义的理念了，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对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的介绍。
这个所谓的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啊，顾名思义啊，就是比较激进。那她的思路是什么呢？啊，我们接着刚刚激进女性主义对自由女性主义的批评说啊，就是你们自由女性主义啊，还妄想以一种自由平等的方式加入这个由男性制定规则的男权社会啊，这个思路就是错的。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啊，现有的这个男权社会啊，已经坏透了，改不了了，姐妹们不要妄想再加入了，我们不玩这个旧游戏了，我们要推翻重来，另起炉灶。为什么激进女性主义会认为现有的男权社会坏透了呢？这就要说回到激进女性主义啊对事实问题的回答了。激进女性主义是占决定论的，就是男女的特质啊、思维啊是不同的，并且是被先天决定改不了的。而这个现有的男权社会呢，从一开始就是男人们依据男性思维建立起来的，它的种种游戏规则根本就不适合女人在里面玩。就比如说呢，好勇斗狠这件事儿啊，这就是男人的天性啊，是男人骨子里面就爱玩的游戏。但是女人的天性里面没有好勇斗狠这条基因啊，女人在天性上的优势啊，在于更富有亲和力和共情力，对不对？所以呢，女人如果加入男权社会去玩男人制定规则的游戏啊，那就算我们女人硬是把自己拧巴成女汉子啊，我们再怎么卷也卷不过男人，因为这个男权社会根本就不是为我们女人设计的。那现有的男权社会，它的实质是什么呢？它的实质就是一种等级制，无论它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还是文化制度，都是以等级制为实质的，就是一种以权力、统治、竞争为特征的体系。简单说呢，就是这种以等级制为实质的男权社会，或者叫做父权制社会，它的一个最基本的游戏就是叫爸爸游戏。对吧？正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谁叫谁爸爸？这个问题是男权社会的首要问题啊！这个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东方还是西方啊，男人们之间最爱玩的一套游戏就是叫爸爸游戏，对吧？都说男生之间的友谊都是通过谁叫谁爸爸而确立起来的，对不对？你是我的眼，我是你的。黑格尔说，人与人之间永远存在一种为寻求承认而进行的斗争关系。但是这并不是所有的人与人之间啊，这只是男人之间才有的事儿啊，就是你得看得起我，你得服我。这个男人们呢，成天都在为谁叫谁爸爸而焦虑啊，一个个撕心裂肺的，就是怕别人说自己不行，要让别人跪下叫爸爸，通过打压别人来建立自己的地位啊，这是根深蒂固的刻在男人骨子里面的。任何游戏，男人都能玩成掏出来比大小的游戏，啥事儿都得分出个大王小王勾圈 K， 是你服我还是我服你，谁叫谁爸爸，这事儿如果不捋清楚，男人晚上是睡不着觉的呀。但是呢，女人不同啊，女人的骨子里面根本就不喜欢玩叫爸爸游戏啊，对吧？姐妹里面哪讲究谁听谁的，谁当老大这种癖好呢？女人的思维里面啊，根本就不 care 这个，我们都是闺蜜啊，我们都是互相照顾的呀，咱们姐妹之间啊，根本就没有掏出来比大小这根弦啊。这是因为女性的天性里面啊，就不爱玩叫爸爸游戏，所以呢，如果女人也加入这场男人制定规则的游戏里面啊，那肯定是跪下叫爸爸的那一个。为什么呢？一想啊，这个女性的亲和力和共情力天生就比男人强啊，这样反而还容易让女性在这种叫爸爸游戏里面啊被 PUA， 对吧？就是看你们男人这么焦虑、撕心裂肺的，这么喜欢别人叫你们爸爸，哎呀，一个个满地打滚、浑身抽搐的样子啊！好吧，看你们男人这么可怜，我就叫你一声爸爸，让你缓一缓吧。结果这就正好落入了男权思维的圈套，使得女性在这个叫爸爸游戏里面啊，永远成为被压迫的那一方了。对吧？这个男人在外面玩叫爸爸游戏玩输了，在外面给别的男人当孙子了，他回到家以后总还是可以欺压老婆，总还是可以让老婆叫自己爸爸，对不对？归根结底啊，我们说回来啊，这都是因为男性和女性天生的性格特质就是不一样的。而这个男权社会呢，由于男人们主导了话语权嘛，男人们就使劲忽悠说啊，这个男人们这种好勇斗狠、喜欢玩叫爸爸游戏这种男性特质呢是更优越的，还成天给女人洗脑啊，搞得女人也认为自己是低人一等的。但是呢，以文化主义女性主义这个流派为代表的激进女性主义啊，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性别特质是先天决定的，是吧？那我们女性的那些先天特质啊，不仅不比男性特质差，反而是一种更优越的特质。谁说好勇斗狠就是优秀的？我们女人的高宜人性、高共情力是更优越的品质。这个男人的特质啊，其实啊是更低等的。这个男人由于有了这个 Y 染色体啊，就使得男人身上啊有很多毛病，这些毛病呢会导致毛发过度症啊、角质斑块啊、色盲啊、耳聋啊等症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啊，女性的体质比男性更有韧性。这个男人都是短命的，女性的平均寿命更长。女人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而男人呢都是战争贩子。女人更看重人与人的关系，而男人呢是个人中心主义的。女人全身到处都能体会到快感，而男人的快感呢只局限在生殖器。女人从事各类行为的时候啊，总能从整个过程中体会到快乐，而男人嘛却一门心思盯着最后的结果，等等等等。从各个方面来看，女人都是比男人更优越的。正是基于这种女性优越论呢，激进女性主义这个大类啊，就是一种男权主义的反转。男权主义认为这个男女之间的差异是先天决定的，改不了的。那激进女性主义呢，也是这么认为的。只不过呢，激进女性主义认为我们女人比你们男人更好。
所以呢，激进女性主义啊，也是在这一点上批评自由女性主义的。就是说，自由女性主义呢，追求一种中性主义，就是不谈性别特质，只谈抽象的个人权利。那激进女性主义呢，不认可这种中性主义。哪有什么李克中呢？李克中只是男权思维编造出来的神话，李克中其实只是直男思维了。你们自由女性主义追求什么李克中啊？正是上了男人的当了。干嘛要追求男人发明出来的李克中呢？我们女性应当高扬自己更优越的女性气质，我们不要再跟男人玩了，这样只会拉低我们女人，让我们女人被男人 PUA 了。所以呢，激进女性主义会主张一种分离主义啊，这个分离主义呢，就是指我们女人不再跟男人玩了，我们各玩各的，我们女人玩我们女人更高级的游戏去了，你们男人自己互相叫爸爸去吧，我们姐妹们爱与和平去了。那么基于这种分离主义呢，也就衍生出一种女性主义流派啊，我们也把它归在激进女性主义这个大类之中啊，就是女同性恋主义女性主义，对吧？我们女人不跟你们男人玩了，我们姐妹们互相照顾，互相结伴吧。我们女人啊，要拒绝异性恋。这个异性恋模式呢，就是男权霸权思维下的产物。这个异性恋呢，就是一种男性的狩猎游戏。异性恋中的性行为啊，也是一种叫爸爸游戏。其中的男性呢，总是征服者，而女性呢，都是被动接受征服的对象化的、客体化的他者。性本身就是两性不平等的动力，对吧？在异性恋的文化中呢，男人都是主动的播种者，而女性呢，则是被动的接受痛苦，应当被耕耘、被穿透。用女性主义者麦金龙的话说，社会上的人被划分为两群。Fuckers and f***ies， 男女之间的性行为，哪怕女性是自愿的，也是一种强奸。大家想啊，男人们是用什么样的词儿来形容男女之间的性行为的呢？什么干啊、搞啊、上啊，对吧？还有一些更常用的，我们节目里面没法说的词儿啊，就是那个大部分文化中那个最脏的、最侮辱人的脏话，那个动词，就是男性用来形容和女性发生性行为的那个词。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你们想想气不气人啊？男人居然用最侮辱人的脏话来形容他们对我们做的事情。你们男人在对我们做什么啊？我们女人在你们看来就是这么下贱的吗？男人真是无药可救了，男人真就是毒瘤。你们说这样的男人还值得留恋吗？姐妹们，我们不要再跟他们玩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体验啊？就是在一个安静的社区里面呢，突然两个男人起冲突吵起来了，他们两人之间进行的语言游戏呢，就是不断的重复一句由3个字组成的侮辱女性的句子。两人之间彼此不断的重复，能重复好久。有的时候呢，还是大晚上，小区特别安静，所有居民都能听见两个人划破夜空的对话。他们两个男人之间的吵架，全小区的女性都受到了反复的侮辱。如果这个时候有个外星人造访地球观察人类，看到这一景象，这个外星人可能会在他的小本本上记下以下2点：第一，人类的本质就是复读机；第二，这个星球上的男人对女人有极大的仇恨。所以我们说回来啊，这个现有社会呢，是个极度贬低女性的男权社会。激进女性主义者主张一种分离主义，我们女人不要再参与这个男权社会了，我们要和男人们分离开来。好，那么下面遇到的问题就是，那如果和男人分离开来，那么女人生孩子怎么办呢？激进女性主义者对此的回答是，技术手段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人工受精啊，比如说试管婴儿啊，比如说克隆技术啊，比如说人造子宫啊，我们女人没了男人一样可以生孩子，孩子呢只需要妈妈。父亲的存在呢，不仅是对妻子的压迫，对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压迫。总而言之，没有男人，我们女人会过得更好，这就是激进女性主义的诉求。好，介绍完激进女性主义的理念和诉求，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对它的批评。对激进女性主义的批评呢，主要有2点。第一点就是说呢，这个男人真的是我们女人的敌人吗？什么叫敌人？敌人就是你死我活那种啊，就是敌人在压迫我们，企图消灭我们。那么如果敌人被消灭了，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因此变得更好，对不对？但是女人和男人是这种敌我关系吗？就是如果这个世界上的男人都死光了，或者就是我们女人再也不和男人有任何瓜葛了，我们女人的生活会因此变得更好吗？这个是成问题的。对激进女性主义的第2种批评就是说呢，这个激进女性主义啊，其实是一种倒转了的男权主义。就是虽然呢，这个激进女性主义在批评自由女性主义的时候说呢，这个自由女性主义妄图自由平等的加入男权社会的游戏啊，把自己拧成女汉子，这是用男权思维来框自己。但其实呢，激进女性主义才是一种男权思维，只不过呢是倒转了的男权思维，对吧？我们从那个思维导图里面就很容易看出来啊，这个激进女权和男权主义都是决定论和差异性的搭配，只不过呢，男权主义主张男尊女卑，激进女权主张女尊男卑，两者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性别歧视，对吧？你们激进女权追求的并不是男女平等啊，你们追求的是冤冤相报啊，就是昨天你压我一头，然后呢，我满脑子想的就是明天我得压回去，对吧？这就是一种受虐者的报复心理啊！你们这样搞来搞去，并不会真正的实现两性之间的平等啊！好，介绍完激进女性主义及其批评，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这个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呢，也叫做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啊。当然了，这并不是马克思本人专门提出的女性主义学说啊，而是后世的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呢，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蓝本而发展出来的女性主义学说。这个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啊，都属于建构论和同一性的搭配。他们都认为男性思维啊、女性思维啊，都是被建构出来的。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呢？这要说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和自由主义的人性论的区别啦。这个自由主义的人性论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啊。之前我们也说了，它依据启蒙主义的理念呢，主张一种人本主义啊。这个人本身呢是最神圣的，因为人的本质属性啊是理性，无论男人和女人都是有理性的。所以呢，这种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呢，就把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定义为人的本质属性啊，属于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哲学，讲究一种抽象的人性论，是讲求意识决定存在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呢，是不认可这种抽象的人性论的。在阶级社会里面啊，只有带有阶级性的人性，没有超阶级的人性。这话怎么说呢？我们知道啊，这个马克思主义啊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那啥叫历史唯物主义呢？马克思说过啊，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这就是说呢，人的观念啊、想法啊、思维啊，是被这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甭管你是男性思维还是女性思维，都是被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那么这个所谓的物质生产方式又是指什么呢？它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的啊。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谁占有生产资料的问题。占有生产资料的就是统治阶级或者剥削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是资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就是无产阶级，也就是工人阶级。我们在中学课本里面都学习过，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的无情的剥削与压迫。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它的构成结构就如同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一样，所以呢，男人对女人的压迫表面上看来是性别问题，其实质是阶级问题。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就是男性有产阶级对女性无产阶级的剥削。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这个马克思老师恩格斯老师当年早就提出了一整套阶级之间压迫与反抗的伟大光明正确的理论呢。在女性主义者就把咱女性被压迫的问题咔咔往里套不就得了吗？好，我们现在看资产阶级是怎么剥削无产阶级的。由于资本家垄断了生产资料，他自己不用参与劳动，而雇佣工人来劳动。但是呢，这个资本家对工人工资的支付呢，并不是完全的按劳分配，而是扣除了工人们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这就是所谓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嘛。当然了，人家资本家也有理由说的，我这可不是强制力干活的哦，我们之间是自由的缔结雇佣合同的哦，你可以辞职不干嘛。那既然你没有辞职不干，那你加班的话就是自愿加班。好，说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我们再来看男人对女人的剥削我们之前说了，区分阶级的标准是看谁占有生产资料。那在男权社会中，是谁占有生产资料呢？那当然是男人那么男人凭什么就能占有生产资料呢？说到这个问题呢，就不得不提到被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视为经典的一部名著，就是恩格斯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我们之前在讲一夫一妻制那期大问题节目的时候介绍过这本书的思想这里再简单提一下就说呢，在人类进入这个农业社会之前呢，那时候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并不是后来的一夫一妻制或者一夫多妻制，而是一种群婚制也就是男女关系呢，它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一种混交制。而且呢，当时的人类部落普遍实行一种原始的公有制。那时候大家都是靠狩猎和采集获得生活资料，那时候也没什么电冰箱嘛，有什么好吃的不都是大家分着一起吃嘛？所以那个时候呢，并没有什么私有财产的概念。而且那时候的孩子呢，是部落集体抚养长大的，部落里面的舅舅们姨妈们乡里乡亲们都会来帮着抚养这个孩子。所以那个时候的妈妈们呢，也没什么特别的带孩子的压力。那时候的女性是性自主的，男女是平等的。那什么时候男女之间就变得不平等了呢？恩格斯认为其根本的原因就是私有制的产生，并且这种私有财产被男人们占有了。就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后男人们开始种地，有余粮了，这个余粮就是私有财产。那么有了私有财产的男人们就要考虑把自己的私有财产传递给自己的继承人了。男人们就要开始考虑这个继承人是不是自己的种了。于是这时候男人就把女人给关家里面了，跟女人说，你不许出去抛头露面了哦，你给我在家里面好好待着，只能同我一个人发生关系，以此来确保你肚里生出的娃是我的种。自此女人被男人以一种排他式的方式所占有，成天关在家里面替男人烧孩子带饭洗袜子洗内裤，沦为免费的生育和劳动工具。所以传统家庭的实质就是一种阶级关系，就是男性有产阶级对女性无产阶级的剥削。归根结底是因为私有制的产生以及男性垄断了生产资料导致的。虽然呢，农业社会以后进入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基于所谓的启蒙思想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好像呢这个女性呢也获得了一些自由。就是一方面呢，女人也可以自由的进工厂参与工作，而不是只能做家庭主妇了。另一方面呢，西方普遍实行了一夫一妻制，女性呢是基于自由恋爱而自主选择和男人结婚了。
但是呢，这两个方面啊，其实啊都只是幻象。首先，对于前者呢，这个资本主义的职场上啊，对于雇佣女性员工啊有严重的限制。毕竟这个女人在家里面还要兼顾烧孩子带饭，对不对？有时候啊就不能像男人那样可以工作的那么卖力，对不对？这个男人对家里面的老婆孩子可以不管不顾的，都把这个丧偶式育儿的工作呢全都甩给女人呢。所以这个企业呢就更愿意雇佣男性员工。毕竟呢，在家庭里面掌控生产资料的是男人，在社会上也是啊，男人们就会合起伙来把女人逼退回家里边，继续承担丧偶式育儿的家庭主妇工作。当然呢，随着这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啊，现在也不至于明目张胆的搞职场性别歧视了。但是呢，依然还会通过一些阴险的小手段，比如说延长女性的产假啊，让企业更愿意雇佣男性，还是会把女性逼退回家里。那第二个幻象就是说呢，这个女性和男人结婚啊，是基于自由恋爱的。但其实呢，这种自由呢，它就像工人阶级呢，也是自由的和资本家签署用工合同一样啊，这工人要么自愿加班，要么失业。同样的道理呢，被逼退回家里面继续做家务的女人呢，要么呢是自愿免费生孩子做家务，要么女人就没法活了，对吧？都非常的自由。归根结底呢，只要女性不掌控生产资料啊，这种所谓的自由也只有被压迫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呢，女人和工人一样都是无产阶级，工厂里的工人是被迫免费劳动，而资本主义家庭里面的女人，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被迫免费卖淫。当然了，这个女人干家务活啊，也并不是完全免费的啦，这个老公毕竟还得养活着妻子嘛。但是呢，这就像资本家克扣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一样啊，男人给女人的生活费啊，也完全不是按劳分配的。想想看啊，一个家庭主妇所做出的劳动贡献啊，起早贪黑、烧孩子带饭、洗袜子、洗内裤，但换来的只是丈夫给的仅供维持生计的生活费。而且女性还有个更大的贡献啊，那就是生育啊。朋友们想想看啊，人口再生产啊，人类这个物种的延续啊，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啊！要知道，女人为生孩子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10月怀胎的艰辛，分娩的痛苦，难产而死的风险，然后生完以后身材变形、皮肤变差、各种妇科病的风险，还有所谓的这个一孕傻3年。然后呢，这个孩子生下来的哺乳啊、抚养啊，完全就是由母亲来进行的，男人几乎就是不管不顾的。女性为这种丧偶式育儿付出的代价，男人却把这事儿当成是免费的、天经地义的。这女人生下来的孩子呢，还冠上了男人的姓。人家美国代孕还要给人家19万美元呢，这男人给自己老婆多少钱呢？这男人就会说啊，哎呀，干嘛这么较真呢？我们是一家人嘛，我是爱你的嘛，干嘛谈钱呢？对不对？你看啊，这副嘴脸啊，就相当于资本家会给劳工制造一种虚假意识啊，也就是企业文化啊，给点小恩小惠，让工人以为资本家啊是关爱自己的，你这不是为我打工哦，你这是为了自己的成长，对不对？然后呢，上了这种虚假意识的当的工人呢，啊，感激涕零的，更加卖力的自愿加班。那同样的道理呢，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男人啊，会给女人制造一样的虚假意识，让女人觉得啊，我老公虽然成天剥削我，但还是爱我的哦。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真正的爱情，所谓的男人对女人的爱和资本家关爱工人一样，都属于是用爱发工资。而且呢，就算这个丈夫呢给了妻子很多生活费啊，就比如说有一些所谓的开明的、难得比较好的好男人呢，都是把自己的工资卡直接交给老婆来管理的。但是呢，这依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男人压迫女人的状况。就比如说，这个老婆花钱给自己买了个 LV 包包的话，这感觉上啊，是女人在花男人的钱，好像欠男人的一样，对吧？这两口子吵架的时候呢，我们最后总是能听到男人怒吼一声：“老子每天在外面挣钱养你的啊！”然后呢，这个女方就哑口无言，躲到小角落里面独自哭泣了，对不对？所以啊，这并不是男人心眼好不好的问题，这不是说给男人上个难得课就能解决的，这是体制性的问题，其根本的原因就是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所以呢，怎么样从根本上改变男人压迫女人的状况呢？那就是从根本上改变这个阶级体制啊！说到这个呢，我们就耳熟能详了，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于是阶级斗争愈演愈烈，最终被剥削阶级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的全面解放，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共产主义社会啊，是一种公有制的社会，生产资料为全民所占有，实现了共同富裕。所以呢，当这个社会的生产资料不再为男人所独占的时候，那么这个物质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意识，那时候就无所谓女人是低人一等的性别意识了嘛。实现共产主义，也就是要消灭阶级，消灭性别差距，消灭传统的家庭模式。那时候女人和男人的结合呢，不再是基于财产不平等而产生的人身依附关系了，而真正实现了因为爱情而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所以也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男女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纯粹的爱情。好，实现共产主义是总的路线方针，那么具体而言，对于解决女性问题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呢？关于这个具体的措施呢，这个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内部也是有争论的。主要的争议点就是是否要废除传统的家庭模式。根据不同的回答呢，衍生出2种选项啊，我们姑且把这2派呢称作社会工作派和家务记仇派，简称社会派和家庭派啊。这个社会派的主张就是说呢，要消灭传统家庭，实现女性的社会化，也就是女性充分参与到社会上的工作中去。而想要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呢，就是家务活和孩童抚养的社会化。
对吧？你要让女性也和男性一样参与社会生产，做到经济独立的话，你首先就得让女性从这个做家务和带孩子的负担中解放出来，对不对？这样才能消除用人单位对女性的歧视，才能让女性和男性一样在工作中有优异的表现，才能真正实现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个家务活社会化比较好理解啊，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实现这个了，就是自己不用做饭啦，交给外卖软件；自己不用打扫卫生啦，交给保洁阿姨。那么这个孩童抚养的社会化，目前这个还没有实现啊，但它的理念也很简单，就是这个孩子生出来以后啊，不是由妈妈们亲自抚养的，而也是交给公家的抚养机构把孩子养大。对吧？这个生养孩子啊，真的是占据了女性大部分精力。如果让女性从中解脱出来啊，那女性能释放出来的能量可不比男人更差啊。当然了，对于社会派提出的这种措施呢，家庭派是不赞成的。尤其是这个孩童抚养的社会化，这个操作起来太难了，都有点违背人的天性的。首先，对于女性来说啊，说是不让自己当妈妈了，生下的孩子给抱走，这事儿很多女人是接受不了的。另外呢，对于孩子而言啊，可能最好的成长环境啊，还是从小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个小家庭里面。你说让孩子在公家的幼儿园里面长大，那很可能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于是呢，就有了第二种选项，那就是保留小家庭的模式。孩子生下来呢，依旧生活在小家庭里面，女性依旧维持原来的家庭主妇工作，烧饭带孩子。但是你得给我算工资啊，而且你得依据按劳分配的原则给我发足额的工资啊，不能用爱发工资啊。不仅家务活要发工资啊，生孩子也要发工资。开玩笑呢，老娘10月怀胎生了一个孩子，你们男人就当是免费的。而且啊，这钱啊不应该从男人那里直接发给女人啊，要不然这就又搞得跟那个男人施舍给女人的一样啊，又会形成一种资本家给无产阶级发工资的状况，就是克扣女性在家务劳动中的剩余价值啊。女性的家务工资啊，应该是通过国家来发的，就是国家对已婚男人征税，然后呢还是通过国家来给女性发工资，不同于阶级社会里面男性给女性的施舍啊。国家给女性发工资是表明家庭主妇的工作啊是有价值的，这是在按劳分配的原则下女性应得的劳动收入。那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不给女性发工资，那就还是想维系阶级社会那一套，还是想抱着资本主义男权制不放嘛？那作为无产阶级的女性应当怎么斗争呢？那当然还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保留手段，那就是进行罢工，对不对？就是你们男人自己去烧孩子、带饭、洗袜子、洗内裤去吧，我们不干呢。而且啊，尤其要进行性罢工，就是不要碰老娘，想生孩子自己去，对不对？就像无产阶级通过罢工让资本家恐慌一样啊，女性罢工也会对这个资本主义男权社会产生巨大的撼动。毕竟呢，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啊，是需要女人源源不断的生育劳动力才能不断的割韭菜的嘛。哎，老娘不生了，看你们怎么办？除非足额发工资。好，这就是家庭派主张的家务记仇。但是呢，这个社会派啊是不赞成家务记仇的。这个社会派的批评是啊，家庭派的主张啊会把女性锁死在家庭主妇的位置上，哪怕就是实现了足额的家务记仇啊，这会使得广大女性啊除了烧孩子带饭做家务之外啊，就什么技能都不会了，反而不利于实现男女平等。所以说呢，对于具体怎么实现男女平等啊，这两种方案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内部啊也是有争议的。好，介绍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念和诉求，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对它的批评。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批评呢，主要有2点啊。这第一点呢，也是对所有主张同一性的女性主义的批评啊。就这个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呢，它也不强调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啊，讲究无论是男性思维还是女性思维，都是被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但是呢，你把这个女性问题啊归结为是阶级问题，这难道不就是取消了女性问题的吗？对吧？这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那它还是女性主义吗？你直接聊马克思主义不就得了吗？它后面加不加女性主义这4个字都无所谓了嘛。那由此呢，也就引述了第2点批评，就是说呢，这个女人和男人的关系啊，真的就完全对应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吗？受压迫的妻子的处境和受剥削的工人的处境，真的是同一种处境吗？男权主义真的就等同于资本主义吗？我们知道啊，这个马克思主义啊是一种受到历史检验的伟大光明正确的理论，但是马恩提出马克思主义啊，更多是要解决政治和经济上的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完全移植到女性主义问题上，这是不是有点强行呢？这是不是犯了生搬硬套、照搬照抄的错误呢？好，介绍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及其批评，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在这里插播一段节目说明啊，咱们这个大问题系列节目啊，典型的形式就是哲学家开会，一起来探讨和争论一个大问题。所以呢，我们并不仅仅是科普或者哲普一些哲学家的观点啊，我们也想听听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你是否认为节目中介绍的观点成功的回应了本期大问题？或者你可以发表你认为更好的回应方案。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大问题 Dialectic， 发送女性主义即可收到本期大问题节目的文字版，这也方便你通过文字阅读的方式参会。我们邀请你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研讨会之中，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在研讨会中发表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好，参会说明就介绍到这儿，我们继续下半场的会议。这个
个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呢，是建构论和差异性的搭配啊，和这个自由女性主义一样啊。后现代女性主义也认为呢，性别气质并不是先天决定的，而是被后天文化建构出来的。但是呢，不同于自由女性主义追求成为一种中性化的女人啊，也就是追求同一性，后现代女性主义追求一种差异性。而且要注意哦，这种差异性呢，又不同于激进女权追求的那种差异性啊。因为这个激进女权呢，认为女人先天就被决定了是女人，对吧？她们的性别都被卡死了，所以激进女权追求的差异性呢，只能是成为更女人的那种和男人不一样的差异性。而后现代女性主义由于没有被这个决定论卡着嘛，一切都是后天文化的建构，那她们就可以放飞自我了，对吧？性别就可以不用卡得那么死了，我既可以有男性气质，也可以有女性气质，可以多一点，也可以少一点。由于性别不用卡得那么死了，后现代主义追求要消解掉一种固定的性别身份认同，一种典型的诉求就是酷儿主义。什么是酷儿主义呢？简单说也就是性别不要卡得那么死嘛，性别身份是不固定的，是可以流动的，因为都是后天建构的嘛。那么一个生理上的男性个体和女性个体，在气质上都可以是千差万别、千姿百态的。性别的划分呢，不存在一种固定的男女二分。如果你硬是要分的话，还不单单可以划分成什么 male、female 以及 LGBT 这几种而是无数种，没有特定的类型。这个后天建构的社会性别气质是一种连续渐变的色谱，而且这个色谱是流动的。为什么后现代女性主义会有这种主张呢？我们还是要把后现代主义哲学这个理念给搞懂当然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这是很难讲清楚的这个后现代主义标榜的呢，就是不确定性、差异性和流动性。这个后现代主义也根本不会承认自己是一种有特定主张的主义假如你能够清楚明白的把后现代主义给讲懂，那么你讲的就肯定不是后现代主义。但是呢，我们大致也可以通过一个关键词来理解后现代主义，那就是解构我们通常也把这个后现代主义哲学也叫做解构主义哲学。那它要解构啥呢？它啥都要解构。前面提到的3种女性主义加上男权主义这4种主义呢，后现代主义都要解构掉，都要批判，属于是各打50大板，在座各位都是垃圾。为什么后现代主义要做出这种掀桌子的举动呢？要知道这个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后现代的哲学它要解构掉的就是传统哲学的根基。那么此前的3种女性主义加上男权主义都是建立在传统哲学理念的根基之上的，那么只要把传统哲学的根基给解构掉，那这4种主义不就土崩瓦解了吗？对不对？那么传统哲学的根基是什么呢？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传统哲学有2大根基，一是二元对立，二是宏大叙事。其实这2者也是相通的。那么后现代女性主义通过解构二元对立，于是就解构掉了男权主义和激进女权；后现代女性主义通过解构宏大叙事，于是就解构掉了启蒙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好，我们一个个来说我们先说解构二元对立。那啥叫二元对立呢？要知道这个人类思维中尤其是这个直男思维中一种典型的思维方式就是二元对立，就是好多概念呢是成对出现的就比如说男人和女人、光明和黑暗、阴和阳、善与恶、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必然与偶然等等等等而且呢，这对立的二元里面一元属于中心，另一元呢属于边缘，前者内在，后者外在。简单说呢，就是有一元更高级是爸爸，然后呢这个高级的呢会支配低一级的另一元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二极管思维，对不对？就是要么你服我，要么我服你，这就是人类思维中的一个痼疾。后现代主义要解构掉的就是这种二元对立的二极管思维。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男权主义和激进女权都属于二元对立的二极管思维，就是要么男尊女卑，要么女尊男卑。虽然这2个看似正好是反过来的，但他们的底层结构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二元对立。后现代主义对二元对立的解构思路就是指出这对立的二元看似水火不容，其实你们的底层逻辑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们不要再打了，你们其实是一伙的。我们来看男权主义和激进女权对于价值问题的回答呢，都是主张差异性的，讲求男女要不同。但是呢，他们讲的差异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不同而已并不是君子和而不同的那种不同要知道当我们人类说差异或者说不同或者说不一样这个词的时候其实是在说等级，对不对？这就是人类的分别心嘛。差异的潜台词就是这其中有个高下之分嘛。什么叫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就是指我们更牛叉，我们要压制你们，对不对？男权主义和激进女权所主张的差异性，其实也就是一种等级制。那后现代主义要解构掉的就是这种要么你支配我，要么我支配你的这种二元对立的等级制思维。注意是解构，解构的意思并不是推翻重来并不是推翻高的那一元然后扶持低的做领导这种改朝换代式的推翻呢，依然还是二元对立的等级制思维，并不是真正的解构。真正的解构是要消解掉这种二元对立结构。那么怎么解构呢？
要知道啊，这个后现代主义啊也是主张差异性的，但是这种差异性呢，就不再是那种带有高下之分的等级制的差异性的。后现代主义主张的差异，用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话说啊，是一种演绎啊。这个演绎呢是德里达发明的一个词儿啊，就是把法语里的差异这个词儿呢给改了个字母啊，就叫做演绎了。他改差异这个词的字母呢，就是要摆脱掉原来差异这个词带有的那种高下之分的等级制的意思。这个演绎就是说呢，男女之间是有差异的，但这种差异呢又被推演了啊，这个差异中呢又有点牵连，牵连之中呢又有点差异。这个男女之间啊，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非此非彼，一此一彼的关系。这就是说呢，男女之间的差异啊，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僵死的差异，而是一种复杂的、松动的、流动的差异。那再简单点说呢，就是男女之间是不同的，但是男女之间啊，也可以是相似的。男人可以像女人，女人也可以像男人。那再简单点说呢，就是性别不要卡得那么死嘛，因为你一旦把性别卡得那么死啊，就必然会出现到底是男尊女卑还是女尊男卑这种二元对立的二极管思维的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后现代女性主义用了德里达解构二元对立的思想啊，从而主张一种酷儿主义。这个后现代女性主义啊，不仅反对性别的二分，也反对性别这个标签本身。我们要知道啊，这个酷儿主义啊是反对身份政治的，就是你别说自己是男人还是女人，黑人还是白人，然后自己要为自己所代表的这个身份团体发声啊，别这样啊，你代表不了任何人，你就是你自己。因为任何身份啊，它都是一种标签，这个标签也就是一种分别心的体现嘛，就是要和别人比一比，就让别人跪下叫爸爸，对不对？所以呢，当你的脑子里面总还装着性别这个标签的时候啊，你就没法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对吧？你的脑子里面总在想啊，到底是哪个性别更好啊？这就是分别心嘛。而要真正的实现男女平等呢，就要去除掉性别这个标签。当你的脑子里面根本就没有性别这根弦的时候，那自然也就实现人人平等了嘛。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这种主张呢，不仅是解放的女人哦，也是解放的男人。就是很多男人呢，想要表现出一些传统上认为是女性的气质啊，就比如说温柔啊、爱哭啊，就会被歧视、被嘲笑、被说是娘娘腔，对不对？对吧？有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你听听看，这不就是很搞笑吗？男人想哭的话，还得有这个心理负担，你想哭就哭呗。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的差异性呢，不单单是男女之间的差异啊，也是女人内部的差异以及男人内部的差异。简单说呢，就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注意哦，这里所说的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倒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自我感觉良好，感觉自己比别人高人一等啊。后现代主义主张的每个人都是差异的，意思是说呢，就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正确的标准呢，不存在一种哪种人比哪种人更好的普世的确定的标准答案呢。这就要说到后现代主义要解构的第二个传统哲学的根基了。没有普世的绝对正确的标准呢，也就是说没有宏大叙事了。啥叫宏大叙事呢？这是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提出的一个说法啊，放在我们今天这个语境中呢，简单理解啊，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啊，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形而上学，它的表现就是一种总体性。这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宏大叙事啊，它就要搞得像这个数学和物理学一样，基于一个不证自明的第一性原理啊，这个第一因，这个上帝公理，然后逻辑严密的推导出一整套理课中的真理体系，形成一个伟大光明正确的大真理大体系。然后呢，按照这个伟大光明正确的绝对真理呢，就可以指导我们的城市生活，让人类历史迈向终极至善啦。这个利奥塔呢，把这个叫做宏大叙事啊，这个德里达呢，把类似的状况叫做弥赛亚主义啊。这个弥赛亚呢，就是救世主的意思啊，就是一种类似于神学里面讲的救赎的观念，就是我们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按照这个绝对真理走下去，我们就进入人间至善，就回到了原初的美好，回到了妈妈的怀抱，人类社会就会进入一种纯白色的至善状态啦。在这个意义上呢，启蒙主义以及一种教条化的历史唯物主义都属于是宏大叙事，都是一种弥赛亚主义这个教条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这里不多说了，我们中学课本上都批评过这个启蒙主义或者说自由主义呢，也是一种弥赛亚主义，对吧？这个福山不也说过人类历史就会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吗？德里达把福山的这种历史终结论称作为一种福音书式的自由主义。我们要知道这个启蒙主义除了科学理性人本主义之外还有一个核心价值观，那就是进步主义。这就是说呢，这个人类历史发展有一种线索，有一个必然性的规律。这个必然性的规律就是，只要人们运用科学理性来设计自己的生活那么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必然是会朝着越来越进步的方向发展的，最终达到一种人间至善的状态啦。这种进步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宏大叙事，一种弥赛亚主义。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就像男权主义和激进女权看似是针锋相对的，但其实他们的底层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二元对立，你们其实是一伙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呢，自由主义和一种教条化的社会主义这两种在20世纪看似是对立的意识形态看似一个向右一个向左，但是呢，你们其实也是一伙的，你们的底层逻辑也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宏大叙事，都是弥赛亚主义。所谓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甭管是西方那一套还是东方那一套，都是把女性问题朝着这些宏大叙事咔咔往里套。
这种标榜理科中的宏大叙事呢，说是理科中的是性别中立的，但其实就是一种直男思维。用德里达的话说就是一种罗格斯中心主义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直男思维所以德里达呢也把它称作是阳具理性中心主义，对吧？这个直男思维呢都喜欢宏大叙事，什么大真理大体系大问题但是谁说大就是好？咱走小而美的路线行不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利奥塔主张一种小叙事，就是不要搞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科中式的大真理啦，咱们可以各说各话，各玩各的梗，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种讲求理科中的宏大叙事的直男思维呢，它的典型表现就是对确定性的执着。对吧？就是有些男孩在追求女孩的时候都还没见两面呢，都还没怎么处过呢，这男的上来就直接问人家姑娘你就说行不行吧，咱做个直球型选手，你就给个话吧。你要说行咱们就直接那啥；你要说不行，我就回去读康德了，对不对？你要不给个话的话，我坐立不安是死是活得有个准信儿，对不对？你不能说是薛定谔的猫用德里达的话说就是幽灵性，对吧？你别吊着我这个历史到底怎么终结，到底是死是活，你得给个准话你不能说是幽灵这种直男思维对确定性的执着的另一个表现呢，就是直男们总喜欢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尽头是什么就比如说科学的尽头是什么科学的尽头是数学，那数学的尽头是什么呢？数学的尽头是哲学，那哲学的尽头又是什么呢？哲学的尽头是神学，那神学的尽头又是什么呢？反正非得锚定到一个尽头上。但是这种形而上学式的语言游戏这么问下去是没完没了的哪来那么多尽头呢？哪有那么多 end 呢？什么 the end of science, the end of history 都属于是阳具理性中心主义的宏大叙事。那么对于这种阳具理性中心主义这种直男思维式的宏大叙事该怎么办呢？还是和之前解构二元对立一样，指出这种直男思维之后倒也不是要用一种直女思维取而代之，否则又是一种二元对立，又落入了宏大叙事的窠臼了。我们要做的是要解构掉它，我们不是要和这些宏大叙事对着干，而是呢别把它当成一种绝对的真理，而应当看作是一种话语。没有宏大叙事，没有绝对真理，一切都是话语。那啥又叫话语呢？简单理解话语的意思就是梗，没有宏大叙事，一切都是梗。你想想看，梗的生命力在于它是真理吗？不是的，就是复读这个梗的人多了，梗就成了梗了为什么突然一段时间复读这个梗的人多呢？没有道理，莫名其妙就有这么多复读机开始玩这个烂梗了。这后现代主义解构到最后包括各种女性主义都被认为是阳具理性中心主义的产物，都是直男思维的产物。因为你一旦树立起一种寻求普世性的什么主义你都落入了阳具理性中心主义的窠臼。法国哲学家福柯说过，当我们用对立的话语对抗压迫的时候，我们还是落入了话语的管制。所以我们之前说了，这个后现代主义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主义因为它都是在解构嘛。但如果你要提出一种有特定主张的主义哪怕你主张的是反阳具理性中心主义这种反阳具理性中心主义依然也是一种阳具理性中心主义。这么说倒不是说后现代女性主义在反对女性主义本身，在反对男女平等而是说呢，不存在一种单一的普世的宏大叙事式的女性主义了，否则这又是一种直男思维下的女性主义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宣扬的女性主义呢，是在宣扬一种小叙事的女性主义，就是各自玩各自的梗就行了，没有统一的标准，就是在里面搅和，各说各的话，各美其美。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防止宏大叙事的形成。因为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对男女平等危害最大的并不是男人这种性别，而是传统直男思维。好，说到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后现代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基于后现代解构主义哲学的理念，对传统哲学的根基进行了解构，对此前的各种女性主义各打50大板。通过解构二元对立，于是就解构了男权主义和激进女权，属于是性别不要卡得太死。通过解构宏大叙事，于是就解构了启蒙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属于是左右也别卡得太死。那么既然男女左右都别卡得太死的话，后现代主义就主张一种性别上和性别议题上的不确定性、多元性和流动性。好，介绍完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念和诉求，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对它的批评。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批评呢，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谈首先在理论层面的批评呢，也是很多人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批评就是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的味道太重了，对吧？这个后现代主义讲究咱不提男人更好还是女人更好，都不好，也都挺好。然后呢，咱也不说是往左走更好还是往右走更好，都不好，也都挺好。每个人呢都是不一样的烟火，没有绝对正确的标准，反正怎么样都行。这不就属于是倒浆糊主义了吗？这个后现代主义讲究要解构一切，其实这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而只是强行把问题给消解了。那么这种在理论层面上的相对主义就导致在实践层面上也不利于切实推动女性争取自身的权益。
要知道啊，这个女性主义啊，它就是一种政治诉求，就是一种为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而政治的精髓就在于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对不对？好家伙，你们后现代女性主义来参加这个妇女大会啊，一上来就把桌子给掀了，说在座各位都是垃圾，那你们还斗争个啥呢？你们代表团来参加这个妇女大会有什么意义呢？你们是来捣乱的吧？这个后现代女性主义啊，要解构性别认同，反对身份政治。但是女性主义它就是要讲阶级、讲身份的呀，它就是要讲我们女人这个性别身份的呀。要知道啊，女性这个身份啊，长久以来都是被压迫的对象啊。最近呢，女性意识才刚刚觉醒，姐妹们才刚刚意识到要争取女性的权利。你们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倒好，这时候说要解构女性身份，这就相当于是说呢，终于轮到我们姐妹坐庄的时候啊，你后现代女性主义跳出来说，哎呀，这个牌局没意思，咱不玩了。请问你们后现代主义者是来捣乱的吧？那同样的逻辑呢，后现代女性主义要解构宏大叙事，这个左边的主义和右边的主义都不值得认真对待。但是呢，这个男人们，尤其是这个白男们啊，已经用启蒙主义或者历史唯物主义争取到了自由和平等。现在轮到咱姐妹也要用这些主义来捍卫自己的，结果你后现代女性主义这时候却劝咱们姐妹啊，别用这些宏大的主义了，这绝对是来捣乱的。而且呢，后现代女性主义啊，也会给男权主义留下开脱的借口，就是当有人侵犯女性权益的时候啊，你正准备拿去女性主义来捍卫自己的时候，这个男权主义这时候就会跳出来说啊，我其实是个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啊，咱别随便贴标签，别整什么身份政治，啥女性不女性的，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烟火，有人欺负你就说有人欺负你嘛，就事论事嘛，别整什么男人欺压女人，别上纲上线，对不对？好，这就是对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批评，主要就是集中在对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倾向的批评上。那么介绍完后现代女性主义及其批评，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女性主义各流派论证研讨会的会议总结。本期大问题节目，我们探讨了各女性主义流派的理念和诉求。简单总结一下，我们还是放在那个思维导图里面说啊，各女性主义流派的划分呢，其实可以通过回答2个基本问题来作为划分的标准啊，一个是事实问题，一个是价值问题。对这2个问题的回答，就产生了4种答案，而各女性主义流派就是这4种答案排列组合的产物。激进主义女性主义是决定论和差异性的搭配，他认为我们女人不一样，我们比男人更优秀，只不过在这个男性制定规则的叫爸爸的世界里面呢，压制了我们女人优良的品质。现在我们要摆脱这个男权社会，主张一种分离主义，不和男人玩了，我们姐妹们自己另起炉灶。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建构论和同一性的搭配，他认为呢，男女差异啊只是后天建构的，所以呢，只要消除掉对女性的限制，女人一样可以很优秀。所以呢，我们女人也要享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利，不要把我们当女人，我们只想当个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呢，也是建构论和同一性的搭配，他认为呢，性别问题的底层实质是阶级问题，所以只要阶级问题解决了，男女不平等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是建构论和差异性的搭配，她主张性别不要卡得那么死，人的社会性别并不是2元对立的，而可以是千差万别、千姿百态的。此外呢，左右也别卡得那么死，不存在一种单一的、普世的、宏大叙事式的女性主义，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各说各话的小叙事。今天我们介绍了这4类女性主义流派，你认为其中哪一种更有道理？或者对于如何实现男女平等这个大问题，有没有你认为更好的解决方案？欢迎你也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讨论之中，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在视频下方评论区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